现在是2月的中旬，我打算把我的这棵苹果树给它修剪一下。这个季节刚好是冬天要结束，春天正要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管这个时候的修剪叫冬剪还是春剪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还是在冬剪的范畴吧。这棵苹果树呢，看起来还是挺乱的，需要修剪掉的枝子也挺多的。不过它的整体树形和骨骼都是在那儿了，已经挺清晰的了，所以整体修剪起来也不难。主要就是把内堂还有背上的这些直立生长的枝子尽可能的疏掉一部分，然后就是把这些保留下来的过长的枝子给它稍微的截短一点，最后再重新看看这些保留下来的枝子是不是要重新的拉枝，如果有需要的话再重新的拉一拉。话不多说了，我先从主干下手开始修剪，像这种直上直下的枝子就直接给它疏除掉，还有这种沿着主干往上，像这种都是没有必要保留的，直接切掉。再往上，这儿有一个我已经拉好枝的，然后它的根部的地方这儿还有一条，我们就把它剪下来不要了。再往上走呢，这一条和这一条留下的是重叠的，所以这条我就不要了。不过它这儿有一个花芽，我把花芽留下来，其余的就剪掉了。再往上看，像这种大枝子都给它切掉，不要。这个也是，看看上边它有好几个头，我们把其中不需要的，像这一条给它剪掉，这条也给它剪掉。这样的话，给它留一个头就可以了。这主干这地方还长出了一条侧枝，这个侧枝和旁边的重叠，把它剪掉了。还有像这种，它离主干太近了，完全没有必要留。现在主干已经修好了，接着就是下边的这一层2级枝了，我们一条一条的修剪。像这个，它这儿延伸出来了好多，我把它剪掉，这也剪掉。然后这一边呢，它有一个侧枝，我是打算保留一下的，但是现在这儿有2条，所以修剪掉1条。这一条回头我给它稍微的拉一拉，然后旁边还有一条延伸出来的，也是有2个头，我剪掉一个。另外的一个，因为这个太低了，所以我没必要让它长这么长，我找一个向下的芽点，然后就给它剪掉了。然后到枝头的地方，这很明显有3条直枝向上的，像这种头就给它剪下来，然后留一个花，这种直上直下剪掉。接着是这一条小侧枝，它的位置长得还可以，但是保留起来也没什么必要，我就把它剪掉了。看旁边有很多的花芽在这儿，然后是旁边这条，像这种小侧枝剪掉，这个留一个向外向下的芽点，从这儿剪掉。这2个背上直上直下的给它剪掉。这一个等一下再稍微拉拉枝给它留下来，这个位置是不错的，这个也可以给它疏除掉。然后头的地方这儿有2个，这2个完全没有必要，给它剪下来。再往前看，这个是长得比较不错的花芽，要保留下来。往前走，这2个带头的侧枝也没有必要保留，给它剪掉就行了。我从这儿找一个芽点，然后剪下来。再往前走一点，这条侧枝是拉枝的，然后它的头已经长得特别弯曲了。这个呢，我从这儿给它修剪一下，然后这样的话，这儿留一个向这个方向生长的芽点，让它继续生长。接下来的一条枝干，这就没什么顾忌了，直上直下的，直上直下。这边还有一个，也是这种直上直下，又靠内堂比较近的，给它剪掉。再往上，这个小枝呢，没必要保留了。这边像这种也给它剪掉，这儿可以留一个芽子，给它剪掉。这个直上直下也是给它疏除。这边头就不要了，然后往后推的话，最近的一个花芽是在这儿，我就是沿着花芽的前方给它剪下来。这样的话，保留这些花芽。这是另外一条枝上的，我利用这条枝子再给它拉枝，所以这个先不动。这个刚才没太注意，我给它剪下来。接着就到这条枝了，这是以前剪的时候剪的不太好，留出来的太长了，我从这儿给它再修剪一下。前面这种直上直下的剪掉，这些都是花芽，
然后这是下边那条枝子，我也从这儿给剪一下吧，留一个花芽在这儿。这是花芽，这个没用，给它剪掉。然后前边这些都是以前被鹿给我啃过了，这上边也没有花芽，我就留到最近的这个花芽在这儿吧，给它剪掉。下一个二级干，这也是靠近主干太近了，像这个是以前修剪过的地方又长出的芽子，给它再剪掉。然后再往上，这些是保留的，这个是拉枝保留的。再往上的话，这是保留的，这个回头也可以再给它拉一拉。然后前边这2条我要给它剪掉，剪下来。再转个方向看一下，这些都是拉枝的，这种都是拉枝的，但是拉的不是特别平，暂时先保留下来吧。这种直上直下剪掉，前边这有点受伤，给它稍微的剪一剪。然后再往前，这种剪掉。再往前走呢，也是前面这些是被鹿给啃过的痕迹，这种都不需要了，给它从这儿剪下来，留一个花芽带头。像这种打算回头给它拉枝的，但是它前面长出了2个分叉，把其中1条剪掉。这种也是留个芽点，然后给它截短。现在到这一条了，这儿也是一样，把直上直下的剪掉。这儿有一个侧枝，上边还是有挺多花芽的，给保留下来。这种直上直下的给它剪掉。再往前，这些我没有必要保留前面这些，然后给往后找一个芽点，从这儿吧给剪掉。像这种它和这一条离得挺近的，把它剪掉了。这条我给它留下来，回头稍微的拉拉枝给拉下来。这个剪掉，这个剪掉。再往前看，这些花芽都保留，这小枝先不管它了。这一个也是特别长特别高的，直上直下剪掉了。再往前，这个剪掉，这些剪掉。这儿有一个花芽，从这儿给它剪一下。这个枝子有点太长了，回头我要是围网的时候都不太方便，可能回头再调整吧，暂时先这样。这棵苹果树呢，我用的是改良主干型，所以下边有一层是比较均匀的2级的主干，然后上边呢又是有一层，也是均匀分布的主干。中间呢，我适当的也拉了3条枝，看中间这3条，我也是暂时就保留下来了。现在开始整理上边这一层的，像这种离主干特别近的，直上直下都给它剪掉，这种背上的剪掉。这种剪掉，这种剪掉，这个也是剪掉。右手边呢，这儿还有2条，这种呢，我看也没有必要拉枝了，直接剪掉就行了。输出掉。这条枝开头的地方有好多分叉，给它剪一下。这种不要了，这个小分叉我不要了，这个不要了，然后给它让这个方向延展，这边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然后把开头的地方剪掉一点。现在到这一条了，像它背上这儿有一个分支，以前是想给它保留扭梢拉枝来的，但是后来看效果不好，我就给它输出掉了。然后往前走到打头的地方，我找一个向下的芽点短节。这边这一条也是太长了，从这儿找一个向下的芽点，然后给它截掉开头。这一条也是，还有这一条，我们往回找这个芽点吧，大概截掉1/3。像这一条呢，拉枝拉的是比较低的，然后这儿又是拐弯向上了，从这儿剪一下。这儿还有一个，它的位置还可以，但是离主干也是太近了，剪掉吧。看看再来稍微调整一下，上层的枝子觉得还是留的太长了，再剪短点儿。这个也是，像这种呢，我觉得也懒得拉枝了，给它剪掉，不要了。这条剪短一些，这个跟那边重叠，不要了。这一条留个花芽，剪短，剪短，剪短。这条我看看，如果不拉枝的话，它应该已经定型了。这样我可以把这块砖头用在拉另外一条枝。现在把砖头换到拉这条枝了，可以把它拉得稍微平一点。这些也是靠得太近了，再调整一下吧。这条也剪掉。
这条要拉枝的呢，我现在先用另外一个分支给它别住，有时间再拿绳子绑一绑。好了，这棵苹果树就先修剪成这样吧，等后边开花结果之后，可以再做稍微的调整。这边还有一棵去年才刚刚移栽的小的苹果树，我也顺手给它修剪一下吧。其实像这么小的苹果树，今年不剪，明年再说也没问题。我把这种直上直下的这种背上枝给它剪掉。这种，像这条是我要保留的分支，看它离主干附近这儿长出了2个还挺粗壮的侧枝，但是留着这2个没有什么必要，我给它及时的疏除掉。这下边保留的这一条也是，它这儿长出了一个离主干特别近的，也给它剪掉。这边还有一个背下直上直下生长的，剪掉。这条小的背上的也是离主干太近了，剪掉。行了，转上一圈看看，这样就可以了。小树剪起来还是特别的容易啊。这棵富士苹果树也是去年刚刚移栽的，移栽之后呢，我就给它一次性的剪到位了，现在也没什么可剪的了。我看这儿有一个以前剪口的地方长了2个芽子，把它剪掉不要了，其他就没什么了。这是另外的一棵苹果树，也是去年刚刚移栽的，当时也是一次性的剪到位了。看看上边的部分没有什么需要修剪的，往下看，下边从根部附近滋出来这种小的枝，这些不管什么树，其实都应该及时的给它剪掉，否则的话消耗太多的营养。行了，这棵也就可以了。